爷拍的烂片让韩国人破防了，打破体育片票房魔咒，8天11亿碾压同期所有影片。7月11日，周星驰时隔7年的导演新作《功夫女足》攻降暑期档，首日27分钟破亿，9.5小时破2亿，4日累计突破5亿，上映8天总票房突破11亿。可这部电影6.6的评分，口碑撕裂全网，炒翻天，但票房一路狂飙，谁也拦不住。猫眼专业版预测最初票房冲击30亿，灯塔专业版预测25亿，不管哪个数字都意味着他要血洗今年暑期档。一部豆瓣开分只有6.6分的电影，凭啥能杀穿暑期档？更让吃瓜群众看不懂的是，这片子不光在中国卖得好，还让韩国人集体破防了。韩国教授亲自下场发帖骂街，说电影贬低韩国足球，越骂越火，越火越霸。24家投资方在背后数钱数到手抽筋。今天咱们就聊聊功夫女足到底是怎么踢出一门好生意的。先说说这24家是谁。猫眼专业版显示，功夫女足共有18家出品方和6家联合出品方，横跨影视制作、AI 特效、院线发行、消费品牌等多个领域，总共3.8亿的制作成本，24家公司分星辉海外是第一出品方和主控投资方，出资比例不低于40%。说实话，这叫拼盘投资，你出5000万，我出3000万，他出2000万，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，然后按比例分钱。这种模式的好处是什么？风险分散，收益共享。一部电影的成本3.8亿，搁在以前，谁敢一个人扛？万一扑了，直接破产。现在24家一起扛，每家摊到的风险就小得多，但万一爆了呢？每家都能跟着吃肉。那3.8亿的成本得卖多少票房才能回本？答案是11.4亿到12亿。国内电影票房分账有一套固定规矩，总票房先扣8.3%的税费，剩下91.7%才是可分账票房。制片方最终能拿到的比例大概只有33%到38%，也就是说，你花3.8亿拍的电影，票房得干到11.4亿以上，投资方才能开始赚钱。更狠的是，这片子采用了零宣发、空降定档模式，没有大规模路演，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，就靠一块手绘海报硬砸，宣发成本大幅压缩，回本压力自然就小了。结果呢，上映8天破11亿，回本线踩过去了。猫眼专业版已经把最终票房预测上调到了30.23亿，按这个数算，扣掉税费、院线分账和发行代理费后，片方实际分账约11.4亿，减去3.8亿制作成本，净利润约7.6亿。7.6亿，24家分，哪怕只分到一小块，那也是几千万的肉。但最让人看不懂的不是票房，是口碑。豆瓣开分6.6分，猫眼9.4分，两个数字之间差了将近3分，这在电影圈里极其罕见。一边是无厘头、热血搞笑的激赏，一边是江郎才尽、主角演技尴尬、剧情老套的狂喷。功夫女足好看和功夫女足难看两个词条前后脚冲上热搜。按理说，口碑撕裂的电影票房应该高开低走，但功夫女足反着来，骂得越狠，卖得越好。为啥？第一，周星驰3个字就是票房硬通货。从2016年美人鱼33.9亿的巅峰，到2019年新喜剧之王6.27亿的滑铁卢，星爷的招牌确实不如以前亮了。但对于无数看着少林足球功夫长大的80后、90后来说，周星驰3个字值1张电影票，哪怕有人说炒冷饭，也挡不住情怀的力量。第二，争议本身就是流量。你骂一句烂片，你的朋友就会好奇到底有多烂；你夸一句好看，你的同事就会想，要不我也去看看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争议就是最好的宣发。第三，
体育加喜剧加女足踩中了所有情绪点。女足世界杯正在北美如火如荼的进行，一部关于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亚冠，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电影，恰好踩中了全民对中国足球最复杂的那种情绪。骂归骂，但谁不想看中国队赢？说完国内的，再说国外的。功夫女足里有一支虚构的反派球队，叫 ES 梨花队，队员在比赛中主动伸腿绊人，假摔骗牌，戴彩色美瞳，比赛中补妆。梨花这个队名被韩国网友认为是在影射韩国知名学府梨花女子大学。韩国诚信女子大学教授徐其德亲自下场发文，指责影片贬低韩国女足，列了3大罪状。韩媒集体开炮，中国网友的反应出奇一致，这波对号入座是不是有点急了？电影里的人物都是为了放大主角的成长弧光，而非针对某个群体。梨花队就是一支完全虚构的漫画化反派球队，但韩国人不这么想，他们越骂中国网友越好奇，到底拍了什么让他们这么破防？于是更多人买票进场，韩国人以为自己在抵制，结果是在帮功夫女足做全球范围的免费宣发。从微博到抖音，从 B 站到小红书，韩国人破防了，成了最强有力的观影理由。